美国现在拉帮结派都直接明说了，舍曼借机宣战，这么露骨，那还说不是新冷战吗？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借所谓的气球事件，近来美国方面没少针对中国，那不是炒作渲染中国威胁，就是对我国相应的企业实施制裁。这不，例如制裁我国6家航空航天领域的实体单位，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中企跟中国军方存在着直接关系。那么，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？这美国至今都没拿出证据啊，或者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证据，找各种理由对我国企业进行制裁，这已经是美国惯用的手段了。这些年来，中国在多个领域的迅速发展是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和忌惮。为了维护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，美国是不断的制裁中企，试图用这种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。现下，美国不听中方的解释，执意就气球事件炒作搞事情，不排除是该国故意借此机会光明正大地对付中国。正当外界继续猜测之际，这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直接就摊牌了。在华盛顿的一次发言上，舍曼阐述了所谓的全球中国项目倡议，继续大肆炒作气球事件，还威胁要制裁中国气球研发企业。美国正在联合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，团结一致应对中国的威胁。而与此同时，舍曼否认了这是新冷战的开始，声称美国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强大的地位，完全有能力可以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竞争。那值得一提呢，尽管否认新冷战的开始，但却不再强调美国不胁迫外国选边站，而是扬言我们当前确实在要求大家按照同一套规则来玩，让所有的国家甚至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。要说这以往美国还知道遮掩，不承认是在与中国对着干，这现如今舍曼此番话等于坐实了美国把中国当成敌人，在拉帮结派对付中国。这怎么着现在都直接明说了？那么这跟宣战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我国早就心知肚明，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敌意。但是当对方这么直白，还是有点意外啊。这无形之中，这证明在过去一段时间，美国方面不断喊话要与中国对话，那只不过是在装样子，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真的打算与中国缓和关系。你看，美国呢就是没有诚意，中国说的没错。那些坚信美国寻求与中国对话的目的是握手言和的人，此刻的脸怕是已经被扇肿了。那讽刺的是，你都这样了，这舍曼还在向中国提2个要求。第一呢，不要以美国议长访台为借口采取军事行动，不要因台岛发生冲突，否则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会因此成为受害者。第二，中国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，否则将给自己带来厄运。表面上是对中国的警告，但是言下之意无非就是我要打你，你千万别还手啊！这一旦还手，我有可能打不过你。你说都这么露骨了，还说不是新冷战？当然，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出，在面对今天的中国时，美国内心的不安和虚弱。那要不然，包括舍曼在内的美国多个高层不会接连对中国发出警告。很显然，他们已经明白，现在的中国是不通过战争无法扳倒的。加上号召力的持续下降，美国如今如果说还剩下什么，那估计也就只有科技研发能力和军事威胁能力了。所以，纸老虎也就只有生桩了。那基于此，中国要保持警惕的同时，其实也不必于过于担心和紧张。那今天的美国不再是以前的美国，那同样的，今天的中国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。中美正在走2个不同的方向。一个高，一个低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